甚好。恭喜皇上。太平公主为何要恭喜朕呢？只有皇上圣明，国泰民安，才会有如此歌舞升平之象。皇上说，是否值得恭喜啊？太平所言甚是。今日乃是太平脱孝回宫之日，朕看就由太平公主代朕赐赏吧。不如依照往例，每人赐素千担，白银100两。你们还不赶紧谢过太平公主啊！谢皇上隆恩，谢公主隆恩。哈哈哈哈哈！下去领赏吧。殿，御史谢谢大家。皇后，你看，跳得不错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御医，皇上伤势如何呀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得天之佑，只是划破了点皮，服药数次即可痊愈。怎么可能会有人？都是奴婢大意之过，
才让刺客混入乐师当中。奴婢罪该万死。正是，都是你这个贱婢办事不力之过。宫内守卫森严，如果没有内应，刺客岂能这么容易就混进宫中？对，你这个贱婢肯定是内奸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如果奴婢是内奸的话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了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明鉴。我看这件事情一定还有内情。皇上，这些饭，此事交由皇后处理吧。把孟凡押入天牢，另行定断。是，走。想不到不但失败，还误伤父皇，真是把本宫吓个半死。归根究底，都是你找来无能的刺客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奴婢知罪，奴婢一定会妥善处理，请公主放心。公主，喝杯茶，定定惊。什么臭脸？是怪本宫把你姐姐变成阶下囚了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不明白，这件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皇后娘娘跟公主却把她送入囚牢，用意何在？如今所有人都以为刺客是来行刺父皇，可是刺客的真正目标是太平公主。刚好孟凡又下跪请罪，正好把弑君的罪名全部都推到他的头上。这样一来，他就非死不可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公主的意思是要孟凡顶上行刺皇上的罪名，你心痛？奴婢只是认为，就算皇上相信孟凡跟刺客有关系，但皇上绝对不会相信，就凭一个宫女，竟然会派人行刺皇上。那当然，如果他背后有主谋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。你去天牢跟孟凡说，如果他愿意正义，刺客乃是太平公主所派。本公主就留他一条性命。如果他不愿意，那你就叫他到九泉之下，再去告一状吧。孟福一定不负公主所托。小福，没想到你会来探望我，但看你的样子，并不是非常的惊讶。如今我已经身陷囹圄，没有什么可以再令我惊讶。很好，处变不惊。果然有上仪的风范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这条命，你我都曾经被囚禁天牢，一脚踏进鬼门关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进入宫中之后，生死就已经由不得自己。至少我们还可以选择，
是要在敌人身边享富贵，还是在亲朋身边享欢笑？连命都没有了，还笑给谁看呢？我今天到此，是安乐公主让我来给你条生路的。公主要我做什么？公主要你招认刺客，是太平公主派来的。宫闱之间，权力一向比亲情还要珍贵，这一点，你我应该都非常清楚。得到所有，却孑然一身，终究又有何用？既已得到所有，又何妨孑然一身呢？有云：“虎毒不食子。”禽兽尚且知道亲生之意，人若不知，岂非禽兽不如？有时，妇人之仁，反而会害自己丢了性命。就算我愿意执政太平公主，事成之后，我一样也会被灭口。安乐公主，她还好吗？至少，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骗她。孟上仪这边请。孟上仪请自便，小人先行告退。有劳。刚才孟福到天牢与你见面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又何必再问？本王只是有些担心，孟福会看出这里的蛛丝马迹，而对你有所怀疑。有谁会想到，郡王爷竟然把整个天牢都买通了，变成了自己的地方？孟凡不得不佩服。我们身在宫中之人，难免无妄之灾。自从上次你在狱中几乎遇险，本王就着手布置一切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看来王爷对上仪大人倒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嘛。只不过想不到这个万一这么快便出现了。更想不到的是，安乐公主竟让小福来当说客，要我指证，此刻是太平公主派来的。这么说来，此事肯定是和皇后娘娘还有安乐公主有关系了。皇后娘娘为何要行刺皇上？可目前来看，皇后娘娘最有所忌惮的是太平公主。难道皇后娘娘是要嫁祸太平公主弑君？可是如果不慎失手，取了皇上性命，那皇后便会失去所有。我想，她不会冒此奇险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刺客被我一挡，反而刺向了皇上。如果刺客没有改变方向，那刺中的应该是太平公主。皇后娘娘要杀的其实是太平公主。正因为刺杀失败，索性顺水推舟收监孟凡，再让他指证太平公主，让公主落得一个弑君之命，让她难逃一死。可是没有真凭实据，始终是空谈一场。香莲，你在孙乐师那边查到什么了吗？只知道孙乐师是家中独子，根本没有哥哥。
其余还是了无头绪。看来只有找到孙乐师，才能知道幕后主谋是谁。好个大胆狂徒！你果然就是刺杀皇上的主谋。啊，小人哪敢？只是有个同乡希望临终前能在皇上的殿前表演，求我在宴会当天装病，让出位置。小人一时糊涂，就答应了他。没想到只要装个病，就能得到这么丰厚的利气。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够响的。同乡说他快要死了，愿意用毕生的积蓄换取这个机会，其余的小人真的一概不知啊！求王爷饶命！求王爷饶命啊！你那位同乡姓甚名谁？现如今他住在哪里？他。孙乐师，孙乐师，你怎么样？孙乐师，是哥哥的来历吗？他哥哥不知道。谢谢啊。没有。齐乐师，你知道孙乐师哥哥的来历吗？不知道。杨乐师，你听说过孙乐师哥哥的来历吗？孙乐师他哥哥，没有听说过。谢谢。怎么都没有呢？香莲姐，我已经查问过所有的乐师，他们不但不知道孙乐师哥哥的来历，好像连孙乐师这个人都不太认识。看来刺客是看中了孙乐师独来独往，不容易露出马脚。这反贼可真深思熟虑。哎，香莲姐，孙乐师家中也没什么发现吗？没什么帮得上忙的。啊，对了，这有一样东西比较可疑。女子用的绢帕，难道孙乐师有个情人？你们啊，再认真点看嘛。这不就是一块很普通的手绢吗？对啊，看上去啊是很普通，因为这是宫中最常用的白绢。可是你们看这上面的双皱，是工部特工织造的，专门供宫中侍女使用。所以啊，这不可能是寻常百姓之物。也就是说，跟孙乐师有私情的人是宫中侍女。只要找到这个宫女，或许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线索。我们再分头去查。一整天的活，肚子要断了。太阳还没下山呢，哪来的一整天呀？所谓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现在就应该是休息的时候啊！小鱼，你这又是从哪儿偷来的点心啊？什么偷来的呀？这是昨天云霞姑姑赏给我吃的，我舍不得一次吃完。本来啊，打算今天去天牢看小凡姐的时候带过去给她吃的。小凡姐她怎么了？
他没什么，还说很快就会回来了。真的？所以啊，我就把这个宝贝带回来，慢慢的品尝喽。小鱼，给我们也吃点吧。给我吃点吧。好好吃哦，我好幸福哦。怎么了？噎着了？哎，你们看，看那边，是不是有个人啊？哪儿呢？那儿啊！啊，快！丹华！哎呀！慢点！丹华，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啊？你快醒过来啊！醒醒啊！丹华，你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啊？醒一醒啊！仙女姐姐，你是来接我去西天的吗？哎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是小鱼啊！小鱼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你也死了吗？哎呀，我没有死，你也没有死，是我们几个把你给救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要自寻短见啊？你们好坏呀！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怎么了？我们把你救活了，你还骂我们心肠坏啊？活着比死更难受啊！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快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了。是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先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。不要哭了。孙乐师一死，唯一的证人便没有了。看来，我们只能从几个蒙面杀手中找线索。我从交手中发现，他们的功夫实在有些奇怪，不像是中原的武功。香莲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我在孙乐师家中找到这块宫女用的绢帕，暂时只能确定，孙乐师很可能跟一名宫女私下有来往。这块绢帕宫中随处可见，这也不能证明跟孙乐师有关。啊，对了，我刚刚在来的路上听到几位宫女在谈论，说今天有个宫女上吊自尽，那宫女好像是丹华。丹华自尽？怎么会呢？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事情倒是有点巧合，怀疑很可能跟孙乐师的事情有关。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事，不管有没有关系，一旦皇后他们知道了，定会怀疑丹华，会对丹华不利。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别人知道？都传开了，皇宫上下都在谈论呢。郡王爷，我担心丹华他。丹华被临淄郡王救走了。正是。既然公主这么喜欢杀人，那你就杀好。我还是一样会一如既往，置身局外，静观其变。
先喝一杯热茶压压惊吧。在本王这里，你大可放心。奴婢该死，竟然让王爷为我倒茶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没事，你先坐下。本王有事要问你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。是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想杀你的人究竟是谁？那你又为何要上吊自尽呢？王爷你都知道了。而这一切是不是和孙乐师有什么关系？绝对没有，我不认识什么孙乐师，而且刺客的事情跟我绝对没有半点关系。你大可以放心，只要你对本王坦白，本王可以答应你，绝对不会怪罪于你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王爷，丹华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只是对音律有兴趣，曾经向孙乐师讨教过，之后他便常常找我聊天儿。那你有没有造访过他的家呢？就一次而已。那次孙乐师说他身体不舒服，要我替他抓几贴药。那时候他家里还有别的客人的，我跟他之间绝对没有任何越矩之事。那这件事距现在有多久了？好像是宴请太平公主的前2天。那天我刚好要到城中买食材，顺便替他把药送过去。这么说，那位客人就是当日假冒孙乐师兄长的那个刺客喽？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，但是从身高和体型来看，跟那个刺客不一样啊。不是他，那是谁？我想想，我记得那天我去孙乐师家的时候，这件事该怎么做，你心里有数了吧？这恐怕……孙乐师，孙乐师，孙乐师，丹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？我今天进城，顺便替你抓了几贴药。你是特意为我抓的药啊？不是说顺便了吗？哪有特意替你费心啊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个呀，是我在宫里拿的几颗贡枣给你下药的。丹华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我来。哎，你有朋友来访啊？他只是我一个同乡，说有事要找我商谈。哦，这样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说那位客人腰缠的叠鞋带乃是玉石所制，带上配着环刀、火石等物，难不成是个武官？你可还记得那个人的叠鞋带上附有多少个垮？好多啊，又方又圆的，应该有10个以上。居然是个四品官！叠鞋之事乃武官专有，10垮以上，最小官从4品。如此位高权重的人，为什么会当刺客？或许是因为皇后已重赏幼旨，所以一时被利欲熏心了。要冒此奇险，得用何等重赏才会令人心动呢？或许所赏之物不是今天的金银财帛，而是他日的高官厚禄。可是这个任务，实在是要冒生命危险，如非高手，绝不能尝试。皇后此刻正是用人之时，此等高手，她怎么会轻易放弃？我看此人的武功，并非中土门派，难道是皇后从藩邦将他招过来的？宫中武官，据我所知，身怀异地武学的，只有当年吐蕃向太平公主求亲之时，曾经为了讨好公主，派来高手教公主习武。啊，莫非这个人就是公主的心腹？假如皇后收买的是太平公主的心腹，除了协助皇后之外，此人已无其他退路，定然不会出卖皇后。而且就算失手被杀，皇后也不会有损失。那我就让香莲去查一下，看看太平公主设宴当天有谁没有到场，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太平公主的心腹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打探，相信此人身份定会昭然若揭的。
天朗气清，繁花满目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。姑姑在太平观静养3年，现在看起来真是有点飘然出尘之感呢。贤侄邀约本宫，应该是有更加重要的理由，对吧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姑姑是否知道，当日宴会上刺客要杀的，并非是皇上，其实是姑姑你。真有此事？那你抓到刺客了吗？没有。可有证据？也没有。那你是在愚弄本宫吗？不敢，只是当年皇后把孟尚仪关进天牢之后，安乐公主曾经派她的心腹孟福进天牢做说客，一定要孟尚仪指证刺客乃是姑姑您所派的。皇后真的会这样做？而且经过本王查探，相信指使那个刺客的就是姑姑牵胜郡王府中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后收买了本宫的心腹，派人刺杀本宫？没错，成功即可达其目的，置姑姑于死地。然而就算失败，刺客当场被擒，供出谁是指使他的人，只会说是姑姑，根本就牵扯不到皇后的身上。这个人是谁？目前已经发现可疑之人，但证据不足，所以还不能最终确定。事关重大，贤侄却了无凭证，你叫本宫如何相信你？只要姑姑今夜能够依侄儿所言行事，到时一切便可水落石出。末将雷长叩见太平公主。免了。谢公主。公主召末将前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听闻皇上设宴宴请本公主之日，都尉抱恙未能出席，本公主深觉可惜。适逢西域为本宫进贡葡萄酒1瓶，本公主礼佛之后不沾醍醐，所以想把此美酒赐予都尉。谢公主隆恩。好酒，很久没有尝到这么美的滋味了。素闻都尉武功盖世，几百家之长，不知都曾拜在哪几位名师门下？不敢，末将那些都是花拳绣腿，恐怕难入公主法眼。是吗？什么人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果然是你，雷长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本公主？为什么要替皇后卖命，派人刺杀本公主？这不叫背叛，这不叫背叛。对，作为臣子，功名富贵都握在主子们的手里，主子平步青云，我们才能仕途顺遂。你是认为本公主退隐太平观，令你无所作为吗？公主是治国大才，可是隐退之后，3年来不但毫无建树，而且还让皇上日渐做大。公主，你有为我们这些为你出生入死的人想过吗？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。既然皇后娘娘给我的要比你给我的多，末将倒戈相向也是理所当然。真是厚颜无耻！给我杀！
现在大患已除，那姑姑也可以安枕无忧了。想要安枕无忧，还得办一件事。见皇上圣体金安，微臣亦稍觉安心。朕的伤势已无大碍，众卿家不宜费心。参见皇兄。太平啊，免礼。皇兄还没有痊愈吗？小许咳嗽，并不碍事。太医正前来为皇上诊治，有劳公主费心了。既得上天庇佑，皇兄化险为夷，理当前往安乐寺叩神谢恩，也好顺道替皇上祈求福寿安康。娘娘意下如何？公主所言甚是啊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本宫就陪同娘娘一同前往安乐寺。未知娘娘意下如何？祈福谢恩这种事情，应该本宫亲自前往，岂敢烦劳公主啊？娘娘客气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彼此？既然这样，明日申时，安乐寺相见。好，皇后，你就和太平一同前往，两个人也好做个伴儿。臣妾领命。姑姑好大的架子，竟然让我们等她这么久。他这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。哼！我回去就跟你父皇说，连为皇上祈福这等大事，他都不能依约而来，你父皇还能相信他吗？正是，让父皇对他起疑，不再信任他。倒是他想染指朝政，那也不可能了。不等了，拜祭完了，马上回去。是。快走啊！怎么了？这寺要塌了！啊！抱歉，本宫来迟了。皇后这是怎么了？呀，好端端的一座寺庙，怎么就倒了呢？怪不得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心绪不宁，还好我立刻在后院设坛祷告，保佑皇后和侄女平安无事。看来我的诚意打动了上天啊！哼，你好大的胆！这也是跟皇后学习而已。不过太平比较好学，从皇后娘娘身上学到的一定会青出于蓝，皇后可要谨记。欧头回府。是。啊，忘了跟皇后介绍，这是欧都尉，雷都尉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此人是我找来代替他。真是混账，真是胆大冒天。公都敢教训，姑姑她简直是疯了！为了要我们俩的命，竟然把整个阿雷寺都给毁了。都是你，你这个贱婢！叫你去刺杀太平公主失败，
叫你让孟凡去指证他，又是不成。本宫怎么还能让你活着？好了，说什么也是他救了我们，还算是有点用处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姑姑，他以为他够狠，本宫都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狠手辣。母后息怒啊，千万别意气用事啊！我不出手，他还以为我怕了他。姑姑竟然敢把整个安乐寺都给毁了，就是在宣示他的实力。他刚才不是说得很明白了，如果我们给他发狠，他就会比我们更狠的。这样你来我往的，只会两败俱伤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我放过他？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？只是暂时按兵不动，从长计议，想到一个万全之策，我们再动手。可别因一时意气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按兵不动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按兵不动就是什么都不能做。这要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真是气死我了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太平，等你上朝替朕分忧，朕很是高兴。太平谢谢皇上圣恩，还要谢谢皇后恩典。皇上，伤势无碍吧？都好了。调查刺客进度如何？龙基现在已经查明，刺客乃是突厥高手，相信是突厥派来，意欲对皇上不轨。幸天佑中土，未能让蛮夷的恶计得逞。刺客拿到了没有？刺客在追捕途中，由于负隅顽抗，已经被杀，因此没有抓到活口，无法与突厥对峙。这样，皇后，你有何高见呢？先知查出是突厥所为，那就突厥所为吧。太平，你认为呢？如此说来，此事应该与孟尚仪无关。对，紧速将孟凡释放，此案就此了结。谢主隆恩。你可以走了，跟我来吧。孟凡，奴婢参见公主。孟大人，孟尚仪，孟凡，你运气还真不错。小凡姐，好啊！你们合起来捉弄我，我们就是想看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想我们啊。终于让我们看到你挂着马脸快要哭的样子了。我可是被大家逼着干的，不要怪我。我呢，就是想你们想得发慌了。谢谢你们。当然要谢谢我们了，为了欢迎你回来，我们可是筹备好几天呢。还要谢谢你们，把我从天牢里救出来。要不是你们，我恐怕就……哎呀，我们谁都知道你是无辜的，当然要帮忙了。对啊。
啊，对啊，因为啊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没错。来，小凡姐吃点东西吧。大家一起吃。好啊，好，来，吃啊，来。你看看你啊，这个给你，你慢一点啊。看来皇上的龙体已无大碍，只是气色稍有些消半，还需再调养个10天半月。说到底，朕年纪已经不轻了。皇上，不要说这种话。便是贵为95之尊，也不会有例外。你看这满园的百花，不管开得有多么灿烂，也总会有凋谢的一天。哎，皇上，你看，这些牡丹花开得多娇艳呐！都是从渤海国进贡来的珍品，我们一起去观赏一下。走。哎呀，皇上，你看，哎呀，开得多么灿烂呐！你看，黄的、粉的、红的、紫的啊！果然是雍容富贵，缤纷艳丽，真不愧是花中之王。哎，你看，花开寓意吉祥，真佳。是太子。哎呀，皇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这是太子。父皇母后，你们安好。儿臣在跟陈公公玩捉迷藏呢。捉迷藏的，你以为你还是7、8岁的小孩啊？身为太子，举止行动要庄重得体。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窜出来，我和皇上全都被你吓了一大跳。而且这些牡丹花，都是从渤海国进贡来的稀世珍品，就让你这样给践踏了，本宫一定要罚你。儿臣知错了，母后恕罪。皇后，就先饶他这一回吧。太子毕竟年纪还小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骄纵他，对太子要严加管教，不然的话，重俊就是他的前车之鉴。不行，一定要罚。来人！奴才叩见皇上皇后。陈公公，你是如何看管太子的？赶紧带太子到别处去玩。奴才听命。太子爷，咱们到其他地方去玩吧。皇上，好了，娘娘息怒，听娘娘看在皇上的份上，要罚就让老奴替太子受罚吧。父皇母后，儿臣先告退了。太子爷，等等奴才呀！等等奴才！皇兄龙体出狱，本应在宫中好生静养，何以突然邀约我与皇妹到此郊游啊？朕这阵子困在宫中养病，早已觉得闷了。忽然想到，朕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与你们闲话家常、叙叙天伦了。正巧这几日朕的伤势已有好转，今日又天朗气清，便一时兴起，相约你们把臂同游，顺便舒展一下筋骨。原来如此，皇兄既然有这个雅兴，太平自当奉陪。可是皇兄啊，为何不让皇后与公主陪伴左右啊？皇兄看起来好像有心事。皇后与公主，还不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吗？一个是牢骚满腹，整天在朕的面前借机大发慈威；另外一个是死活闹腾着要当上皇太后，终日纠缠不休。夹在他们两个中间，我哪有耳根清净的一天呢？请恕皇帝迟言，皇兄贵为一国之君，为百官万民表率，岂能动辄受制于困为闺阁，见火于妇人妻女？皇兄实在要对皇后、公主多加管束，以免贻笑天下。
话虽如此，但如今太子已立，皇后与公主还在为皇太女之事纠缠不休，不依不饶，全是因为皇兄迟迟未立遗诏，早定国戚之故。倘若遗诏一立，太平天下，定能叫他们平息此事，不作他想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陛下。什么事？跪下！回皇上，有人冲扰圣驾。胆子不小。你是何人？请陛下恕罪，微臣乃许州司户参军晏清荣。微臣虽是人微官卑，对朝廷的一片忠贞却是天日可见。冒死冲撞圣驾，只为有国事面陈，望陛下恩准。你有何重要国事面陈？微臣要向皇上冒死状告皇后娘娘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与安乐公主目无君上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，如今朝野上下谁不知道？哪怕是不学无术、目不识丁之徒，只要交上30万钱，即可买得一官半职。如今已使地方冗员多至数千人。自我大唐开国以来，封官之滥之乱，可谓从未有过于今日者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微臣愿以人头保证，绝无一字虚言。微臣泣血御状已毕，祈求皇上能用心详察其情，早日肃正歪风，严明法度，尤其慎防大权旁落，太阿倒弛，务必正有己出，独揽朝纲。如此，则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，社稷幸甚。你先行退下，朕自有处置。微臣告退。禀告娘娘，奴才刚刚从皇上那儿听到消息，说有人趁皇上出宫踏青之际，突然拦途告御状。他要告的，正是皇后娘娘。这个人不知道是受了谁的指使，竟敢胡言乱语来污蔑臣妾，魅惑皇上，实在是大逆不道，我岂能饶他？所以就稍稍的教训他一下。好，你怎么可以？皇上，臣妾这是杀一儆百，若非如此，天下的奸佞小人便都会竞相效尤，动辄目无朝纲，以下犯上，随意的编造谎言，欺君罔上，那还得了啊？是。皇上。
今日不知何故，比平日里起得都早，5更还没交过，便换上朝服，独自移驾离宫，也没说要去什么地方。知道了。凡谓天下国家有9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昏地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炫，体群臣则怎么了？不记得了？体群臣则士之暴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公则财用足，柔远方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废之。哦，不错不错。可是接下来的我又忘了。太子啊，这一篇《中庸》讲的是治国平天下的9条法则，你务必要把它牢牢记住，否则他日你登基之后，怎么能够治国平天下呢？是，娘娘。参见皇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赵荣，甚好。赵荣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导太子功课的？朕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回皇上，臣妾一次偶然来到东宫看望太子，眼见太子终日无所事事，乏人管教，课业不免荒疏。臣妾心想，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，因此往后一有闲暇，便来督促太子念些书本经籍。这真是有劳赵荣费心了。太子得到你这位名师指点，课业必然大有长进，朕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了。皇上过奖了。朕亦深知这副社稷重担早晚要交到太子的身上，但是朕有担心，太子能否胜此大任？我想皇上你是多虑了。以臣妾看来，太子生性聪慧，只是少年心性未除，不免稍沾了一些怠惰习气。要是细心雕琢，他日必成良质美玉。只怕朕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了。皇上，何出此言啊？昭容进宫日久，对于皇后的所作所为，应该早已亲眼目睹了吧？皇后，她怎么了？往日，不管她要如何干政弄权，如何独断专行，朕念在曾经一番患难夫妻之情，也就只好由着她当。可是自从立了太子之后，她似乎变得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，对于太子更是表现得冷漠如霜，殊无半点母子情分。皇后溺爱安乐公主，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。当日皇后还要立公主为皇太女，可是皇上没有接纳，皇后难免会心怀怨愤。她要立皇太女这番居心，朕岂有不清楚之理？母女二人一门心思，即要效法先彼母皇所作所为，这是朕绝不能容忍之事。那皇上有何打算？朕打算考虑太平公主所意，及早立下遗诏，以绝其念。但这份遗诏，恐怕要你昭容来代朕操笔。皇上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昭容觉得有何不妥吗？臣妾只是觉得这件事牵扯太大，
或许会在朝中惹出一番风波。皇上，您还是不要草率决定，一定要慎重三思。好，那么朕再好好参详参详。你是说今天皇上见过上官婉儿？那你可曾探听得知，父皇都跟他说过些什么吗？这个奴婢就不得而知。不过昭容娘娘自太上皇时起就已经在宫中掌管诏命，就连皇上也让她专掌起草诏书。那父皇真的要立下遗诏，传位给太子？母后，遗诏一旦立下，我们就连半分指望都没有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孟福去办，先打听清楚上官婉儿的心意，再想方设法把她拉拢过来，说不定还可以扭转局面呢。你不知道，上官婉儿这个人从来都是两面三刀，见风使舵。要想让她轻易的委身于一方，在局势还没有定下来之前是不可能的。别说是拉拢，就是她的心思，恐怕我们也猜不透。人情世态往往变幻无常，我们尝试一下又有何妨呢？孟福，在。你一向口齿伶俐，八面玲珑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。是。皇上，你要是真的一意孤行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母后，您的意思是要……休怪我不讲夫妻情分，是他逼我走上这条路的。不过母后不能这样做，事情还没有到那种绝望的地步，说不定还有转换的余地呢。就请母后再忍耐一些时候吧。你看这花长得好美，娘娘所言极是，的确很美。孟福参见娘娘。原来是孟舍人，免礼。娘娘好雅兴，是在这里对景吟咏什么绝妙佳句吗？孟舍人见笑了。其实孟福早已对娘娘的才学十分敬仰，哪敢存半点见笑之意呢？再说，孟福自问胸无点墨，能当上这个内舍人，纯粹是机缘侥幸。如果要论真才实学，还是比不上娘娘的。孟舍人不必过谦。其实孟福早就想向娘娘讨教一下起草诏书的学问，只是怕打扰娘娘的雅兴。其实，不是讲究什么学问，也不是讲究什么骈思历练，只要言简意赅，写得通晓明白就可以了。不过，如果是为皇上起草诏书，那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皇上如此器重娘娘，若是真要拟定什么要紧的诏书，还是要仰仗娘娘的转笔大才。听说娘娘除了文采斐然之外，对赏花也颇有心得，不知可否请娘娘指点一二呢？我想内舍人你误会了，本宫并非惜花之人。其实赏花、赏月、赏雪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件赏心悦事罢了。莲花复莲花，花叶何愁蝶？牵花莲共地，折藕爱
莲丝。漂亮，重重有赏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觉得这新编的舞蹈怎么样啊？昭容觉得这舞蹈有点冗长了，我倒是有点乏了。哦，是吗？娘娘乃是大唐第一才女，天下如是文人，莫不以所作诗文能得娘娘法眼青睐为荣。孟福的一位同僚新作了一首诗，托孟福转呈娘娘以求鉴赏。哦，快，呈上来。是。不分捐恩断，新妆试镜中。荣华上春日，娇爱已秋风。枕席临窗晓，围屏向月空。年年后庭树，荣落在深宫。哎呦，好诗啊！这首诗是何人所作？柏林望族崔氏，如今是中书舍人的崔公子崔氏。哦，原来是他。崔氏一门三杰，相府闻名，而且这崔公子少年时就着登进士第，堪称是高才俊彦。怪不得他的诗词意境深远，韵味隽永。原来娘娘对他早有所闻。崔公子年少多才，而且长得俊美，玉树临风。他对娘娘也是非常的仰慕。此人此刻正在外专候，想一睹娘娘风采，不知娘娘可愿见他一面？哎呀，既然来了，一见何妨？传他过来吧。是。哎呀，才子嘛，当然要一睹为快了。我也早就听说过这个崔石了。这位就是崔公子。微臣崔石参见皇后娘娘、安乐公主、昭容娘娘。平身吧。谢娘娘。哎呦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崔氏，刚才
昭容娘娘对你进城的诗篇可是赞不绝口啊。崔实谢过昭容娘娘。哎呦，你看啊，你们看看，你们两位可是一位是当世才子，一位是当世才女，往后以诗句酬和，一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来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妹妹，请喝茶吧。哎呀，这茶好烫。且让微臣替昭容娘娘稍效微劳。岂敢岂敢。妹妹，如果觉得困倦了，不如早点回宫休息吧。那就请恕婉儿不胜慵倦，先自告退。哎，等等，你看，这夜静更深的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。有劳崔实送昭容娘娘回去休息。微臣乐于效劳。这。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孟福啊！你总算是有点用处了。谢皇后娘娘夸奖。不过，你又是怎样知道上官婉儿如此不甘寂寞？那天孟福在太液池边，看见昭容娘娘居然为了一朵莲花，被风吹折后有感而发。千花莲共地，折藕爱莲丝。这可是寓意着藕断丝连。藕断丝连？他跟谁藕断丝连？当年太上皇在位，昭容娘娘曾与她的男宠张昌宗私通款曲。这个张昌宗素有莲花六郎的美誉。藕断丝连，莲花六郎。原来那个贱人还是对他念念不忘。昭容娘娘久居深宫，独守空位，而张昌宗容貌俊美，娘娘对其思念也是平常。不过这天下俊美的男子不只是他，奴婢以为，如果可以找另外一个俊美儒雅的男子，说不定可以打动娘娘的芳心。
藕断丝连呢。这贱人不过就是孤枕难眠，不甘寂寞。6郎、7郎、8郎、9郎，凡是俊俏的，他都要。看来姑姑应该就快要到了。孟福近来如何呀？近日可有什么动静？自从那次天牢外一别之后，久未碰面。你们本是姐妹，想不到造化弄人，时过境迁，现在竟然变成了敌人。事到如今，无需多提。郡王爷，今夜聚首，所为何事？看来你我之间，除了正事之外，已无话可说了。隆基，参见公主。隆基拜见姑姑。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个这么晚过来，应该是为了皇上要立遗诏之事吧？看来姑姑已经知道了皇上在东宫面会上官婉儿一事。皇上终于接纳了本宫的意见，本宫总算没有白费唇舌。皇上要立遗诏，是要传位给太子吗？这是理所当然。那倒是件好事。有了这份遗诏，那就对皇后还有公主有所掣肘。不过，就怕皇后娘娘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依你的估量，他们下一步会有什么举动呢？如果孟凡是他们的话，现在就会想如何拉拢上官昭容。